Netflix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？它有哪些竞争优势？它的股票值不值得大家买？今天我们讨论 Netflix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资成长频道，拒绝做韭菜，我是何斌。为了了解这家公司，我们首先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发展历程。Netflix 1.0， 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都是为了解决人们的一个痛点， Netflix 其实也不例外。我们现在回溯到遥远的1997年，37岁的里德·哈斯廷斯去了一家叫做 Blockbuster 的地方，租了一张光碟，结果由于逾期未还，被狠狠地处罚了$40。哈斯廷斯非常不爽，去了健身房发泄。结果他突然想到，健身房这个生意其实很好，只要收取会员费就好了，你去了不去没人管你。于是一怒之下他就创办了 Netflix。 1997年 Blockbuster 是 DVD 租赁业务的老大， Netflix 聪明地选择了差异化竞争，不开实体店，而是选择邮购 DVD 租赁业务。1999年他们真正开始了订阅模式，最初的价格是每月$15.95，每次可以租赁4部电影，并且不限制归还日期。这种差异化的竞争为 Netflix 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。2002年 Netflix 非常成功的在美国 IPO 公开上市，当时的价格是每股$15。接下来就是 Netflix 2.0 的发展阶段，尽管业务发展的非常快，但是Netflix 一直亏钱，原因就是运营成本太高。但是工程师出身的里德·哈斯廷斯继续改进用户体验，他引入了叫做 Cinematch 的排序算法，这也就是用算法的问题帮助用户选择他们想看的电影。这样一来不但优化了用户体验，同样让 Netflix 增加了了解用户想要什么。由于 Cinematch 的推出，大大改善了用户体验。10年以后 Netflix 的续订率高达90%。尽管商业模式非常的成功，但是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，使得 Netflix 还是每天面对不同的压力。那么对于 Netflix 来说，盈利最主要是来源于3点。第一就是增加用户数，第二就是提高订阅价格，第三就是减少运营成本。那么这次主人公哈斯廷斯选择了流媒体视频，它可以极大增加用户数，提高运营效率，更是极大的改善了用户体验。因此从2007年开始，尽管 DVD 业务有着惊人的发展，但是 Netflix 还是推出了流媒体业务 Watch Now。 这种做法显然是革自己的命，从此他们不再专注 DVD 租赁，而是转向流媒体。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由于技术的限制，观看体验绝非完美，但是 Netflix 并没有放弃。在其他公司都是在为接下来1年该做什么工作的时候， Netflix 考虑的是未来10年的事情。2007年注定是艰难的1年，由于技术的限制，消费者需求的不足，投资人的压力，在整个市场都不看好 Netflix 的流媒体模式时，哈斯廷斯顶住了压力，并且不顾一切地推进自己的计划。那么接下来就是 Netflix 3.0 时期，好不容易熬过了过渡期，哈斯廷斯又开始折腾了。2013年 Netflix 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开始把自己打造成电影电视制作公司，开始跟好莱坞抢饭碗。2013年随着纸牌屋的爆红， Netflix 也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成功。刚刚提到的 Netflix 盈利模式之一就是增加用户数，因此2016年 Netflix 开始国际化，迅速在全世界130个国家上线，高质量的内容也是为他们赢得了很多加分。同年更是在第68届艾美奖获得了54项提名。刚刚我们提到了纸牌屋这部电视剧的巨大成功，背后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巨大的投入，当时的投入接近$1亿，以及强大的团队，比如说导演大卫芬奇以及演员凯文史派西，还有就是革命性的一次性发布所有剧集内容，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做疯狂观看模式，显著提升了用户体验，彻底改变了人们追剧模式。原创电视剧的成功再次给 Netflix 装上了新的引擎。2019年 Netflix 的原创预算已经增加到了$90亿。20年的时间里， Netflix 已经从 DVD 邮寄租赁业务成长为一个国际流媒体巨头。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， Netflix 的发展永远是致力于提升用户体验，从 DVD 邮寄到流媒体，从 Cinematch 到追剧模式的改变，不断提升用户质量，为用户创造价值。我本人不爱追剧，但是看了《纸钞屋》之后，我个人觉得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电视剧之一。从一个小小的屏幕上建立了一个大大的生意，这就是 Netflix。那么我们了解了 Netflix 之后，我们现在也分析一下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护城河。在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护城河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店，每一年赚很多钱，
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呢高达50%，这么赚钱的生意一定会吸引很多竞争对手。很快呢，很多人都会抢着在你周围开店，并且提供了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，同时降低了产品的价格，为了吸引用户。因为20%的回报，他们也非常满足。随着市场的竞争，大家最后都只能取得平均的市场回报，而管理差的小店则关门大吉。这个呢，就是资本主义的残酷性。没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是无法取得高额利润的。所以投资的关键因素就是要看企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，并且还要确认这种竞争优势到底有没有持续性。这个持续性其实就是企业的护城河。护城河可以帮助企业长期取得高额回报，但是护城河多数情况下是通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，而且这些企业呢还需要精心的维护。巴菲特就曾经说过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督促下属公司的 CEO 们努力去把护城河挖得越深越好，并且呢不断往里面丢一些鳄鱼、鲨鱼之类的，这样竞争对手就更加难以产生威胁。在这里，巴菲特的鳄鱼、鲨鱼是指不断的提高产品的品质和服务，同时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。好了，了解完了什么是护城河，我们再看一看到底 Netflix 具有哪些护城河。首先第一呢，就是转换成本。人们如果每个月花$10订阅了 Netflix， 想取消它简直不要太随意，只需要在网站上点击一下就取消了。但是取消了之后，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吗？在这里我列举了一下 Netflix 的主要竞争对手，任何占据用户时间的都是它的竞争对手。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有比如说亚马逊、Disney Plus、Hulu、Apple TV Plus、HBO、CBC、AMC， 间接呢还有 YouTube、TikTok、Instagram、Facebook 以及2020年新上线的短片平台 QB。 因此我们判断，虽然短期没有哪家公司会彻底的威胁到 Netflix 的地位，但是一旦有一些公司也做出了一些高质量的原创内容，想转换平台其实非常容易。 Netflix 会在一夜之间丢失掉大量用户，因此呢，我判断它的转换成本其实非常低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微软推出的 Office 软件，尽管很多公司也推出了相关的办公软件，但是大家还是愿意使用微软的 Office 软件，原因就是它的转换成本非常高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苹果的设备，比如说你拥有 iPhone、iPad、Mac 电脑，那么你会再选择一个 PC 吗？很多人的答案是 No。 接下来就是网络效应，毋庸置疑，网络效应是 Netflix 最突出的竞争优势。由于自己的用户基数非常庞大，截止到2020年第一季度，用户数量已经高达 1.85 亿，付费用户增加，边际成本降低，公司盈利增加，研发内容投入增加，原创内容更加优秀，从而带来更多的用户，完全进入了一个正向循环。这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个优势，就是规模优势。同样成本的一部片子给1000万人看跟给1亿人看，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成本是有显著差距的。 Netflix 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而言，拥有更低的成本。接下来就是它的高门槛，制作内容是需要花时间花钱的。 Netflix 一年的固定预算接近100亿美元，这么庞大的支出是一般小公司做不来的，就连苹果、谷歌这样的大公司都不敢轻易进入这一领域。即使有公司愿意花费100亿美金参与竞争，那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与 Netflix 相抗衡。现在最具竞争力的对手就是迪士尼了，因为他们的内容本身就是自带流量的 IP。 除了这些以外呢，就是它的技术优势。 Netflix 从2007年那个网络技术并不是很成熟的时候，就开始研发视频编码技术，解决了用最小的带宽来看最高画质的电影问题，并且在这一领域不断的迭化优化。还有为了迎合一些国家的需求，推出了一些下载服务。我们如果对比 Netflix 跟 Amazon Prime， 就可以感觉到 Netflix 技术积累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推荐。由于庞大的用户群，所以它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，提升用户体验。另外一个竞争优势就是它的分销渠道。从2007年 Netflix 建立了大量的分销渠道。2012年 Netflix 支持了800种设备，在每一种设备上实现最完美的体验，这样的优化需要大量的时间。 Netflix 还建立了 CDN， 也就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， 高效传输大型文件，有利于国际化以及国际用户的体验。最后就是 Netflix 的国际化程度了。2016年 Netflix 已经开始国际化，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开展了相关业务。实施国际化是一个长期艰难的任务，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当地监管部门谈判，制作本地原创内容。即使新加入的公司也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是也需要大量的时
时间。等到这些公司赶上 Netflix 呢也早就成为大家的习惯，或许变成跟网费、水电费一样，变成我们生活必须的开支。我们总结一下， Netflix 绝对是以客户为中心的伟大公司，具备了网络优势、规模优势、成本优势等护城河，但是由于转换成本非常低，导致公司时刻面临大量竞争对手的挑战，这其中还有苹果、亚马逊、谷歌、迪士尼这样的巨头。这次疫情呢，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 Netflix 在2020年第一季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，但是疫情结束之后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会不会发生变化，还有待观察。Netflix 现在的股价是$454，滚动市盈率高达91倍，今年以来涨幅高达40%，或许所有的利好都已经反映在股价里了。随着各国解禁解封，大家是否还会继续在家里追剧？用户数如果下降了，是否会导致股价大幅波动？这家公司是不是值得投资？这个答案留给大家，请大家留言评论，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呢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大家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